说到笔记本电脑的历史，就离不开 ThinkPad 这个品牌。但你知道 ThinkPad 的爷爷是什么样的吗？嗨，大家好，我是 Wells， 欢迎回到极客逻辑。这次我搞来了一台40多年前的 IBM 便携 PC， 这是 IBM 第一台 X86 架构的便携电脑，一切都是从它开始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个人计算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概念，大型计算机开始在政府、军方或大型企业中得到应用。1964年4月7日 IBM 推出了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系列 IBM System 360，它涵盖了从大型到小型的各类商业和科学应用，使企业首次能够升级到计算能力更强的型号，而无需重写其应用程序。紧随其后的是1970年的 IBM System 370。360和370的推出使 IBM 大型机占据了当时乃至20世纪80年代初业界的主导地位。随着半导体技术的成熟和发展，7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市场开始萌动，但是这并未引起 IBM 的重视。1977年 Apple II、TIS-80 和 Commodore PET 的推出标志了个人电脑市场走进了黄金年代。到1979年，整个个人电脑市场的销售额达到了150亿美元，预计80年代初的年增长率将超过 40%。 1980年 IBM 总裁欧宝认识到进入这个不断增长的市场的价值，指派威廉洛和埃斯特里奇担任新的入门级系统部门的负责人。为了快速占领市场，他们被要求在1年内推出新产品。如果按照 IBM 的传统模式，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洛提出了开放式架构的方案，使用开放市场能获得的非专有组件和外包系统软件来构建，并通过零售店来销售。所有这些都与 IBM 以往的做法相悖。在方案选型时，考虑了多种 CPU， 包括德州仪器的 TMS9900、摩托罗拉的68000和英特尔的8088。最终性能和当时产能较为平衡的英特尔8088胜出，成为了 IBM PC 的处理器。在操作系统方面， IBM 接受提供 BASIC 授权的微软公司比尔盖茨的建议，接洽数字研究公司的基尔戴尔。他的 CP/M 系统是当时最流行的商业操作系统，不过基尔戴尔正在休假的路上，加上他对 IBM 的出价并不是很满意，并没有达成一致。当 IBM 回头和比尔盖茨说起这事时，精明的盖茨转头忽悠了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只花了$5万就买断了他们的 86DOS 操作系统的授权，随后将 86DOS 移植到 IBM PC， 然后 IBM 再以 IBM PC-DOS 的名称发行。就这样，基尔戴尔错过了良机，而微软和英特尔的王朝在 IBM 的撮合下打下了基础。8088主板的设计用了40天时间，到1981年4月设计基本完成，并移交给制造团队。经过12个月的研发， IBM PC 5150于1981年8月12日正式亮相。 IBM PC 发售后，市场反响极其热烈，立即成为整个计算机行业的热议话题。在发布后的头几年里，其销售额就达到了数十亿美元。随着销量的暴涨， PC 一词已是家喻户晓，成为了同类计算机的代名词。1982年2月，德州仪器的罗德·卡尼恩、吉姆·哈里斯和比尔·莫托离职创办了 Compaq 公司。Compaq 的工程师成功的逆向后，合法重写了兼容 IBM PC 的 BIOS 程序。由于 IBM 使用了开放的硬件架构，加上微软保留了为其他厂商提供 MS-DOS 的权利，短短的10个月 Compaq 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款产品，便携的 Compaq Portable， 并在1983年3月推向了市场。第一年售出了 5.3 万台，总收入达 1.11亿美元，创下了美国的商业纪录。看到 Compaq 不断蚕食市场， IBM 需要有一台新设备来应对。其实这并不是 IBM 第一次做便携电脑。1975年的 IBM 5100打开了命运石之门，但昂贵的售价、复杂的系统和25公斤的重量让它与便携和个人电脑搭不上关系。这次 IBM 参考了 Compaq 的设计，直接把 IBM PC XT5160的主板和软驱显示器塞进了机箱。1984年2月 IBM 的第一款个人便携电脑5155上市了。IBM 开始夺回失去的市场。2年后， IBM 发布了更成熟、更像现代笔记本电脑的 IBM PC Convertible。随后1992年，经过多年的积累，
IBM 的大河实验室发布了第一代 ThinkPad， 传奇就此诞生。我的这台5155是从闲鱼收来的，外壳脏污，不过标识名牌还完好无缺。5155配备了一个9英寸的琥珀色单色显示器，2个 360K 低密5英寸软区。键盘其实就是 Model F 键盘的轻量化版本，可以拆下。和5160的键盘对比下，可以看到这原来是 AZERTY 布局的法语键盘，被贴上了 QWERTY 布局的贴纸。先上电看下机器的状态吧。开始自检了，这是个好现象，证明 CPU、主板、显卡等部件都是好的。不过还是有2个报错。试一下软驱，这动静真大，不过能正常读取，看来软驱问题不大，只需要做简单的清洁和润滑就可以了。把机器拆出来再看看怎么整修吧。拆掉屏蔽网后，先来看一下5155的内部结构。左侧很简单，分别是电源和显示器模块，右侧可以看到是标准尺寸的主板，上面插着一些 ISA 扩展卡。靠近前部的部分就是2台 5.25 英寸软驱。继续拆解，把主板拆出来。软驱有一侧的螺丝需要拆掉显示器才能拧出来，很麻烦，继续拆吧。现在可以拧松内侧的螺丝了，把软驱拆下来吧。拆下软驱后，从前面拧松这个锁住主板的螺丝，终于可以拆下主板了。其实5155直接使用了1983年发售的 IBM PCXT 5160的主板，两者是完全一样的，使用了英特尔8088作为处理器，有2颗 ROM 芯片，内置了微软 BASIC， 板载内存可以扩充到 256KB， 有8个 ISA 扩展插槽。不过我的这块5155主板貌似打了一些补丁，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 AMD 为英特尔制造的8237芯片在 DMA 操作时存在一个 bug， 因此打上了硬件补丁，用一颗 74LS32 来解决问题。这台5155还插了标准的全长 IBM CGA 显卡，一块 256KB 内存扩展卡，标配的 360K 软驱控制卡和一块并口通信卡。2台双面低密度 5.25 英寸软驱则是由 QM 代工制造的。接下来搭个最小化硬件环境来测试和修复硬件故障。现在主板上只安装了显卡，开机复现下故障。先忽略最下面的601错误，那是因为我没有安装软驱控制卡和软驱。最上面的301错误是没接键盘。关注下201错误的信息，可以注意到主板上虽然安装了 256K 内存，但是自检到 192K 的时候发生了报错。结合下面的详细信息，30000表示内存地址30000，也就是 Bank 3开始有校验错误。04我们把它换算成二进制就是00000100， bit 2为1，所以自检定位 Bank 3的 bit 2内存芯片故障。回到主板上，主板上的内存从上到下是 Bank 0到 Bank 3，从左到右是校验位 bit 0到 bit 7，所以应该是这一颗内存芯片有问题。拆下来用我之前 DIY 的内存芯片检测器来测试确认下。果然有问题，让它安息吧，找一颗新的4164换上测试下。
没问题，内存201报错消失了。下面插上内存扩展卡，看看扩展卡上的内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512K 内存全部认到了。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这块扩展卡， IBM 技术手册上有一个将主板直接改成 640K 板载内存的方案，只要将12跳线短接，增加一颗 74LS158 来做地址译码，将 Bank 0和 Bank 1的4164更换成41256就可以了。来试试看吧。开机测试，果然有效，640K 内存都没有问题。顺便再来看下 CPU， 英特尔8088。有趣的是，当年 NEC 在对8088逆向后做出了兼容芯片 V20， 通过提高时钟占空比和更大的内部总线，使其能在同频率下获得更高的性能。我实机测试了下，大约能提高 13%。那就给这台5155也换上 NEC V20 吧。回到最初的自检报错信息，301键盘错误信息中指出了是02号按键的问题。根据技术手册，02是数字键1。的确，之前试了下，数字1键很容易被误触发。从外观来看，这个1键看上去有点歪，弹簧也松了。仔细看，里边的静电容翻板也歪了。应该就是这个原因。要修复这个问题，得把键盘拆出来。不过顺便可以做个清洁。之前我维修 PCXT 5160的时候说，再也不想拆 Model F 键盘了，没想到又要拆一次。终于拆完了，果然这块翻板卡住了。小心把它拨正，擦干净了再装回去吧。从外壳和背板后的生产日期可以看出，键盘大约是在1984年8月底被制造的，到现在整整过了40多年。下面就要开始解压的大清洗了。由于键盘原来是法语布局，很不习惯，换成美式布局的话，部分键帽就不合适了。还好我还有一个 Model M 键盘的料板，大部分键帽是通用的，拆了换上去吧。弹簧连接线有些老化松垮，缠好后用热风枪速一下行。老化缺损的脚垫也用全新的硅胶垫替换掉。好了，装起来，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软区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除一下尘，用无水乙醇清洗一下磁头，再润滑一下导轨，可以了，装起来测试下。太棒了，没有任何报错，顺利进入了 DOS 系统。硬件的部分修复完毕，接着就来清洗外壳吧。这张贴纸要留下来，它告诉了我们这台电脑来自 Asustel。机箱尾部用来防尘的海绵条已经风化，真成了渣渣灰，洗掉换个新的吧。机箱内部的组件也要除尘，电源看上去挺干净的，内部也没什么积灰，看来当年的办公环境还挺好的。显示器也很干净，擦掉浮灰就好了。我买来了全新的同规格海绵条，直接粘上去。
Assistel 的标签贴回到机箱内部，不能忘了根在哪里。这台机器收来时，前面板就有个缺损，没办法，上传统异能，用模型补土修复吧。干燥后用砂纸打磨一下，准备上漆。外壳的颜色有些特别，没有特别匹配的色漆，我找了2种接近的，手工调配下，用刷笔竖着戳2下，做出和原漆一样的颗粒感。看上去效果还行。齐活了，那就开始组装吧。搞定，来测试一下吧。一切正常，还要测试下第2个软区。上次那张有点奇怪的软盘还在，那就用它来测试吧。这个效果不错吧？你还不一键3连下吗？不过5155没有硬盘很不方便，还是用 CFX-TIDE 来增加一个内置硬盘。但如果使用传统的 XTIDE 扩展卡，由于没有合适的挡板，收纳时很容易有异物掉进去，造成短路，所以干脆来重新设计一块内置的 XTIDE 卡。正好佳立创有6层版免费打样活动，先来领个优惠券。这次我准备用6层版来实现，在缩小板卡面积的同时，还方便了布线，让想法能快速落地实现。6层板就是好画，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画好了，太方便了。2天后，我收到了佳立创寄来的板子，高多层板连盒子都长得很高级，黑金配色。虽然是免费打样的板子，但佳立创也使用了2麦成金工艺，质量杠杠的。赶紧来做一块扩展卡吧。为了缩小体积，这次全部使用贴片元件，因此焊接前先要把固件烧入进 EPROM。好啦，完工。使用前还要用波码开关设置好硬件地址。装上去试试。先用软盘启动，用 F-Disk 给硬盘分好区。格式化一下，行了，没问题，顺利从内置硬盘启动了。一些老的软件现在都是以镜像文件的形式下载的，所以还是用 Flash Floppy 项目来用仿真软区替换掉第1个软区，这样就能方便的直接使用镜像文件了。开始动手吧。硬件改造完成后，还要给它刷入 Flash Floppy 的固件才行。仿真软区魔改完成，但是它没有合适的外壳，没关系，用 3D 打印来做一个。
佳立创同样也提供了 3D 打印的服务。比起自己家里的 3D 打印，有更多可选择的材料，保障精度和质量的同时，也不用担心家里环境污染的问题。过了2天，我收到了打印好的外壳，外表已经被喷砂处理过，质感非常好，给它喷个漆吧。为了统一颜色，我选择了磨砂黑。把原来的软区换掉试试效果。可以通过面板上的旋转编码器方便地选择 U 盘里的软盘镜像文件，还有模拟磁头寻道的声音。没问题，顺利从仿真软区启动了。你是不是已经忘记视频的标题了？进度条告诉你，我可没忘。要让40多年前的5155连上 DeepSeek， 就要解决上网的问题。找块网卡倒是不难，但是孱弱的8088 CPU 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 SSL 加解密的计算，不可能打开现代任何一个 HTTPS 的页面。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架设一个服务器来进行 HTTPS 到 HTTP 协议的翻译，然后让5155这样的老电脑打开没有加密的网页，这太麻烦了，还得要有一台服务器来配合。网龄长的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猫，不是这个，调制解调器，一般通过串口和电脑连接后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我们就用单片机来做一个和 modem 那样用串口连接的东西，通过 Wi-Fi 把 HTTPS 通信转成串口数据信号，再通过串口卡和5155交互，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来吧，佳立创再次启动。硬件制作完成，还得编写能够翻译 DeepSeek 的固件。来，刷入灵魂。聪明的你在前面的视频中已经发现了仿真软区外壳上有几个空着的孔洞。没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猫一起装进去。串口卡也得接出 TX、RX 和接地3根信号线来和我们的模块通信。好啦，全部装起来吧。顺便给硬盘 IDE 卡也连接一个读写指示灯到面板上，再给面板贴一个 logo 名牌，酷！来看下这台进化后的 IBM 5155的完全体吧。进入最终测试，给它接上5160的 CGA 显示器，一会儿看看彩色显示的效果。测试的时候发现，由于早期的 PC 都没有实时时钟电路，每次开机都需要手动设置正确的时间，很麻烦。既然我们有 WiFi 模块，那就来写个时间同步的客户端吧。编译一下，放到开机自动运行脚本中，试试看。果然可以，时间同步了。回到正题，用串口通信软件来试下 DeepSeek 吧。我设计了一个仪式感十足的 AI 启动按钮 ，AI 启动。连上了，命运石打开了另一扇门，开始问他问题吧。我觉得也许这台5155是年纪最大的问 DeepSeek 问题的设备了。来，试试我们的密码。
好吧，有些日文字符没法在字符模式下正确显示。下一个问题，问问关于我最喜欢的那个最流行的互动冒险游戏吧。哈哈，果然答案就是它，猴岛小英雄。那么我们就来安装它，看看它在这台515上运行的效果吧。Hi, my name's Guybrush Threepwood, and I want to be a pirate. Yikes! Don't sneak up on me like that. I'm over this way. Ah, well then, Thriftwood. Threepwood.
What, boy? I want to be a pirate.